好，接下来我们特别关心到的是关税现在成为川普的刀，但是能源是饵哦。川普现在逼印度要断了跟俄罗斯进口石油，那么他的战略能不能成功？因为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联合了俄罗斯、印度一起团结抗美。等一下，一起的来做关心。好，川普这一次在他的出招下，美国跟印度好不容易达成在贸易上面的一些协议，印度的商品输美关税正式的从25%降到18%。但是这一场贸易其实背后，川普更看重的是石油，他希望能够重新来画一个全球的政治版图。所以呢，他跟印度达成了一些条件。那印度要付出什么代价呢？现在川普跟莫迪说，你要把你的市场给全部开放起来。让我们美国商品到你们那边的关税啊，直接降到0之外，川普跟印度提出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说，你现在呢？完全的要来跟这个委内瑞拉买石油，不要再跟俄罗斯买石油了。我们也会移除你向俄罗斯购买石油这个25%的关税。这位是旅美的教授，欧女中教授是这样说的：美国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在美国跟印度的交易上面是没有道德限制，操作是没有上限的。那么印度呢？莫迪怎么来做应对？除了说他特别提到这个关税有降到18%之外，印度莫迪在 X 上面其实是完全没有提到任何的其他的有关于跟美国的贸易协议的，反而他这边提到的是说，正式的我们跟欧洲国家达成了 FTA 了，自由贸易协定谈了这么久，终于谈成功了。这个贸易一旦开始实施，涵盖的人口数达到20亿人口，占全球 GDP 的25%。对于莫迪来说，他认为这是一项胜利。除了跟欧盟达成更多在经济上面的协议，他也打算接下来会改善跟中国的关系，松动对中国的投资禁令，那中国也就会重返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的伙伴。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来看看这个美印石油的罗生门，川普的目的是要印度去孤立俄罗斯吗？还是川普其实更怕印度现在转向投向欧盟的怀抱，或者是投向中国的怀抱？上这个怎么看？首先，这很难想象哦，印度跟美国的这个冲突已经超过100天以上哦。这在过去活跃于国际外交跟经贸政治场合的印度，特别是莫迪这个老仙哦、老神港来说，真的很难想象。但是终究还是现在川普看起来还是放软了。但是川普所宣布的这件事情，并不是双方关税谈的结果，而是川普直接又丢出了一个新降价的价钱。这里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就刚刚思敏所提到的，莫迪回应了。但是他只证明了说没有说关税降了，但他没有说好，没有说不好，没有说其他东西有什么条件，就表示说这个不是 final deal。要知道，美国跟印度这个冲突，其实就是在先前大家有心结的情形之下，川普可以说是顺势。针对于要制裁俄罗斯，针对于乌克兰战争，始终没有办法突破，从这个点上，然后把印度卡进去。印度有点像是就是穿越马路当中不幸被碾压的这个过程哦，所以也不能说衰，但是我们知道印度就是这样，他向来就是看风向的。印度人是所有当中，我不能说最聪明，但是真的是最贼或最狡猾的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目前全世界，特别是在达沃斯论坛之后，可以看到欧美所有的国家感受到川普的霸气，这种绝对的强权，大家另寻新的这种突破之道。这当中最关键的，就跟相对来说比较信赖、知道可以长期稳定建立的关系的中国再重新探索。前两天，其实施凯尔英国首相就讲说，中国大陆是一条很大的大象，你摸象腿或摸这个身体上墙壁，把这个古老寓言来的描述，表示说那么多国家跟中国那么多往来，都还在瞎子摸象，那就更不要说是印度。所以我认为印度现在看好吧，跟川普当然终究美印的关系一定会化解，它都是起起伏伏的嘛，不可能永远敌人。但是看到现在所有欧美国家都开始往中国去，而事实上早先。印度跟中国跟欧美国家比起来，可是其实关系又久又深，又爱就相爱相杀了哈，所以不可能是甘冒着大家都抢进跟中国买的东西都买完了之后，跟印度没有什么交易，所以看起来印度得罪了美国，现在要对中国当中也要赶快赶上大国的潮流了。
好，所以莫迪他是很灵活的哦，达到一个战略平衡，在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。那现在川普呢，希望莫迪能够跟委内瑞拉买石油。另外，川普还希望跟委内瑞拉买石油的，就是他提了，希望中国啊，你也能够来跟委内瑞拉买石油，来做一笔大交易。但是中国会买单吗？舰长怎么看？因为目前哦，这个绍伊古跟王毅正在北京会面，双方中俄之间已经说好了，大家未来会有更多更密切的一个交流。川普到底有没有本事在中俄之间来见缝插针？舰长怎么看？中美哦对这个石油哦，他们基本的看，我就这样说，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看这个石油最大的差异在这里。习近平呢就把它当做一个生意，这就是一个生意，好吧？全世界的生意我们都要相互做生意嘛，你卖。我买，这就是一个生意经济活动。川普呢，把它全部当做一个筹码，就是我抓到这个东西，我能够威胁你什么，我能够威胁他什么，我能逼你做什么。你看中国绝对完全没有做这个事情，所以你知道他现在中国对委内瑞拉石油，第一个委内瑞拉石油不是很好的，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。第二个，委内瑞拉距离中国多遥远，知不知道？哪里最近？好比说俄罗斯很近，中东很近，中亚很近，像波斯湾那里都比较近。最遥远的地方就是委内瑞拉，油资又没那么好，所以中国也没有去断，因为做生意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哦。整个中国你去看，它是给它分开来的，委内瑞拉只有占几%而已，是很小很小的。会不会因为川普说这东西我就特别买了？不太可能，它就是一个生意而已。商人觉得你便宜，觉得进价可以，我就会向你买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战略的这个手段。第二个呢，这个想要在中俄之间见缝插针是很困难的事情。为什么？中俄非常要好，对不对？不是因为感情，是因为他们的安全。因为他们现在安全都要面对美国，所以你知道，就是我们两个为了安全，哇，我把你丢掉，我可能会危险；你把我丢掉，你可能会危险。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感情特别好，中俄的历史感情一直都不好。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被美国逼的，双方的因为安全把它绑在一起，这个安全的东西你如何见缝插针啊？非常困难的，这是第二个。然后至于你说这个川建国，真的是我觉得是中国的战略机运，他采取的手段越强越硬哦。小国会屈服，台湾就屈服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对抗。可是大国哪那么好屈服啊？中俄都是大国，只要他能够结合大国的，他也不会屈服。所以你去看看全世界现在，大国几乎不屈服，小国一个一个在屈服。尤其我们台湾，因为我们的安全完全仰赖美国，那个很重要。美国现在我不要做任何处分你，我只要说所有的军售武器我不卖给你，台湾怎么办？就很危险。所以他只好乖乖听话。好，那我们也看到说，一方面这个川普希望能够持续的帮委内瑞拉卖石油，但是其实呢，中国大陆会不会买这个商业交易是一回事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其实大家比较不知道的事情是，其实，在委内瑞拉有非常多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华侨，大约占比20万人，90%来自于广东的恩平哦。那么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恩平人的成年礼是一张飞往委内瑞拉的机票。干哥怎么看？哦，对，为什么？你知道委内瑞拉卡拉卡斯跟另外一个大城现在有多少华人吗？20万华人，太多了吧？你以为他们整个城市是好几百万？没有，卡拉卡斯也刚刚到100万而已，就有20万的华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来自广东的恩平啊。为什么恩平人都往你可以华人全世界都有，为什么在委内瑞拉会有这么多人？很简单，那是因为100多年前，也就是大概在1860年左右啊，1860年左右那个时候，不是有很多华工到巴拿马吗？到秘鲁吗？也有很多人去委内瑞拉，其实里面偷渡成分居多。所以其实到那边，你知道华人在那边已经到第5代了。可是最近还有很多年轻人从恩平去，为什么从恩平去？好，恩平我介绍一下，广东的恩平从建安25年就已经有这个县了。建安25年什么时候？西元220年，也就是2000年前就有这个县了。可是这个县到现在为止，你知道恩平多少人吗？恩平总共的人口是48万人，也就是说，在中国的话，那属于3级以后的城市。那所以说，因为很多人都是耕田，那
到了其实改革开放之后，它的经济没有很大的起色，因为它叫做温泉之都，泡温泉的，所以它的经济活动相对没有那么的那个活络。那所以说，他们说以后你长大的话，我就给你一张机票，你就去卡拉卡斯，然后你就那边。现在20万那个中国人在委内瑞拉，他们做什么你知道吗？他们做的跟一般中国人做的一样，餐饮，那个制造、供应链，或者是开超市。他说，大概去卡拉卡斯3年之后，一个劳工就可以开一家超商了。你在那边赚的钱就可以开一家超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生活成本很低，然后要求都很低，你马上就可以开得起超商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说，在这边。其实也蛮安定的，也没有土匪跑来抢你然后呢，虽然查韦斯总统在2013年去世之后，那个马杜罗上来之后有震荡一段时间，可是最近这几年其实好了。但是突然有一天一觉醒来，马杜罗被美军给抓走了。被抓走以后，他们就开始有点害怕，美国真的要介入了吗？那我跟你讲，美国一定会对我们中国人施以压力。为什么？签证，我现在要看结果美军没有真的进来，到底会变什么样子？所以这些恩平的华人，他们老实讲一句，他们说他们喜欢上了委内瑞拉。他说基本上这个国家没有马杜罗的话，还是很可爱的，我们还是很喜欢这个地方的。事实上，这个是有历史渊源，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都市，我们会觉得说，其实华人在全球各地披荆斩棘。